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我家邻居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，每次遇到她的时候都能闻到一股香水味。当时心里就想，70多岁了还涂抹香水，看来老太太挺时尚的呀。后来遇到她，跟她说起她的时尚时，老太太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她涂抹香水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老人味。虽然她也经常洗澡，但是儿媳妇总是嫌弃，并且还说她住的房间里面也有一股难闻的味道。实在没有办法，老太太才用香水去掩盖这老人味。那么老人身上的臭味是怎么回事呢？老年人应该如何的去除老人味呢？一、老人味是怎么产生的？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老人味主要是因为很多不洗澡引起的，其实并非完全如此。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考虑，老人味也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有些朋友即便是很勤快，经常洗澡，也有可能会在他的身上闻到老人味。关于老人味，世界上存着很多的研究，比较知名的主要就是美国、瑞典、日本等国家的研究。他们发现大部分人进入40岁以后，就逐渐的产生这种老人味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这种老人味越来越明显。后来的大量研究都证实了，老人味和自身分泌的一种叫做壬烯醛的物质有关。这种情况下，老人味其实主要和年龄有关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壬烯醛是皮肤脂肪在细菌分解氧化产生的。与此同时，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和年轻人相比，他们的新陈代谢肯定是下降的，这样的话就会在皮肤表面形成很多的死皮。如果不及时的清理这些衰老的细胞，那细菌就会分解这些细胞，从而产生让人不愉快的气味。老年人和年轻人相比，他们的皮脂腺会变薄，皮脂腺变薄以后，它分泌的油脂就会减少，而且皮肤表面的抗氧化物质也会变少，这会使得有更多的脂肪被氧化，从而造成了壬烯醛的堆积。老年人和自己年轻的时候相比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是下降的，而有些平时比较喜欢吃高蛋白食物，可以说是无肉不欢，吃很多的蛋白质类的食物，就会分解产生难闻的气味。还有一些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尿失禁、便秘、前列腺增生等，都有可能会使得裤子上有尿迹。多种的因素共同作用，就会产生让人不愉快的味道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看起来是否老气横秋和皮肤的皱纹有很大的关系。老年人本身皮肤皱褶就多，这就容易藏污纳垢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老年人有明显的老人味，可能和某种的疾病有关。老人味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。除了生理性因素，老人味也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。一、口腔疾病。口腔疾病容易引发口臭，紧闭嘴巴，用手捏住鼻子，屏气几秒钟，然后张开嘴巴吸气。如果闻到明显的臭味，说明可能是有口腔疾病，要及时的去医院口腔科检查。二、糖尿病。当糖尿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，多余的脂肪会在肝脏中氧化，产生酮体，并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到血液中，导致呼出的气带有丙酮，闻起来就有一股烂苹果味。除此之外，如果还出现了多饮、多尿、多食、体重下降等的症状，十有八九与糖尿病有关，应该去医院检查，及早的查明原因。三、慢性肾病。当慢性肾病发展到肾功能衰竭的地步，排尿会越来越少，甚至无尿，使体内的尿素氮基苷等有毒物质无法及时的排出体外，呼出的气体就会有一股刺鼻的尿味或者是氨味。此外，慢性肾病的常见症状还有食欲下降、水肿、疲乏无力、体重下降等，应警惕。三、老人味的元凶已公布，提醒45岁后要少碰。好了，没臭味。第一，45岁后要少碰多盐食物。很多人觉得咸一点的食物味道好，还能多吃一碗饭，但是咸食物对身体健康没有好处，摄入的食盐太多，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导致身体代谢紊乱。当人体代谢能力下降的时候，细菌就更容易的在皮肤表面进行繁殖和生成，
积累多了，老了就容易出现异味。因此45岁后要少碰含盐量高的食物。第二，45岁后少碰糖分高的食物。如果摄入太多的高糖食物，容易导致身体血糖升高，甚至诱发糖尿病。如果糖分进入身体以后，无法全部的被胰岛素分解，人体无法利用，身体代谢就会出现问题，导致身体发出一股臭味。如果家里人有得糖尿病的老人，你可能会有所体会，这类人在呼吸时会发出一股怪味，所以到了45岁后要少碰高糖的食物。第三，45岁后尽量要做到清淡饮食，减少含蛋白质和高脂肪的饮食，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。这是因为上述的这些物质，要不能够增加皮肤脂肪的分泌，要不就是能够引起氧化物质的生成，这两者都有利于人烯醛的分泌。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，这是因为这些物质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以及抗氧化的物质，能够抵抗皮肤脂肪被氧化，这样能够减少人烯醛的分泌，所以能够减轻老人味。除了少碰以上的食物以外，平常还需要注意一些生活细节。一，要坚持适量的运动。虽说45岁后体力和精力都下降不少，但也不能因为害怕流汗引起感冒而放弃运动。其实坚持适量的运动能够加强血液的循环，促进新陈代谢，而且中老年人坚持适当的锻炼，能够维持正常的汗腺功能，就算出汗也是清爽的，容易被蒸发掉的。所以坚持适当运动的人能够减少出现老人味的几率。二，注意个人卫生。在这一点上不可否认的是，女人比男人要讲究很多。男性朋友在年轻的时候注重个人的形象，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就不再讲究了。其实到了45岁后，更要注重个人卫生，能够减轻老人味出现的几率。平常要勤洗澡，尤其是注意脖子、耳朵后面、腋下这些皮脂腺丰富的部位。勤换洗衣服，特别是内衣裤要多换洗。勤洗澡不仅仅能够直接的去除皮肤的表面的污垢，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利于保持毛孔和汗腺的通畅。还有室内要保持干净整洁，要经常开窗户通风。三，睡觉之前用热水泡脚。大家不要小看了泡脚，除了能够清洁脚部，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疏通脚部的经络，这样能够将身体的毒素和垃圾及时的排出。身体内部干净了，自然就不会出现老人味。除此之外，平时还需要注意戒烟酒，避免熬夜。如果真的睡眠不好，也可以去找正规的中医来调理一下。如果经过上述的尝试，老人味还是比较明显，那就需要考虑是否合并了某种疾病。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医院检查，来明确诊断。只有诊断清楚了，然后再进行正规的治疗，必然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